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多数人进入100年之后都会单身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有些时候没必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当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可能的时候，我们正常的过下去就可以了。没必要觉得很多事情不正常，只要我们的心态好，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刚过65岁的我，已经对余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如果晚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将会这样面对我的余生：一，只剩我一个人后，我不会黏着儿女生活，更不会依靠他们养老，和儿女分开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做个不讨人嫌、不讨人厌的独居老人。二，我会把住着的商品房卖了，把卖到的钱当做自己余生的开销，尽情享受自己挣来的积蓄。我这房子大概价值110万，我想可以让我活得很自在。三，卖掉房子后，我不会去租房子，也不会回老家生活，我会花个30-40万，买个小公寓，有个一室一厅就好。四，不用儿女养老后，我也不会去养老院。在我认知里，养老院就是个老人监狱，进去了对我是一种折磨。五，人老了后，我能自理就自己生活，而不能自理时就会请个保姆。反正我的退休金6000多，请个4000元的保姆，还有2000多生活。六，我不会把钱财贴补给子女，我会把所有钱都存进银行，分开存，30%存活期，30%存1年，40%存3年5年。七，我会更加珍惜生命和生活，不做一个每日忧愁悲伤的老人。我学会乐观面对一切，尽情地让我自己享受当下，不辜负任何一段时光。八，我会更加爱惜身体，注重健康，规律作息，规律饮食，少吃红肉，少熬夜，更不会动不动生气，动不动就悲伤。每天都微笑面对，让自己的身体少点病痛发生。九，我会远离亲戚朋友，减少无用的关系，活得冷淡一点，这样我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情世故和人情往来。十，我不会去操心儿女孙辈之事，他们爱咋地就咋地，我的余生只有我自己，没有其他人。11，我会学会几项爱好，比如识字绣、拍视频、拍照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我还想学点舞蹈，让我的余生丰富多彩，且不留遗憾。12，我不会去旅行，更不会加入什么姐妹群或什么社交团体。旅行就是去花钱徒步和坐车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参加社交团体，无非都是名利和攀比，或者是被人骗钱，没多少社交团体是真心为老人的，除非在养老院。13，我会养一只小狗陪伴我，狗比人更忠诚，你对它好一阵子，它就会对你好一辈子。14，我会买好看的衣服，买好看的鞋子，买喜欢的东西，但我会斟酌，会理智消费。15，我不会买什么保健品，不会买什么理疗仪器，更不会听信什么名医专家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骗人的，花了很多钱不一定就会对自己好，反而会费钱又费人。16，我不会担心哪一天自己会离开，也不恐惧死亡，看淡生死，才能愉快地度过余生。反之，经常胡思乱想，怕病怕死，那么这样的生活就会比死亡更恐怖，更让人受折磨。17，人老了都会面对孤独，也会面临疾病和生死，所以我觉得就只剩自己一个人时，儿女也长大成家了，我们就没必要太眷恋什么，好好为自己，尽情享受当下人生，做自己喜欢做的，买自己喜欢买的，
享受这最后的余生，才是会得到一种美好的结局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今年65岁了，6年前老伴一场疾病，没有几个月就离我而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独活于尘世间。我们曾经畅想的退休生活还没有实现，他就把我留在了独自思念的人间。我和老伴是上班后相识、相知、相恋的，我们一起生活了不到30年。我们的独生女儿早已在外地工作，成家生子。老伴是家里的老小，我们结婚没几年，公婆相继过世，我几乎没有品尝过婆媳关系。我父母在遥远的南方，家里有哥哥弟弟守着。在北方这座小城里，老伴是我最亲最亲的人。当时老伴刚退休，就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肝不好，进一步检查却是肝癌晚期。短短的3个月不到的时间，老伴就离开了我，真心的接受不了，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都说恩爱的夫妻，先走的那个人是付出最多的。老伴生前在家啥活都钱，我被保护得特别好。用女儿的话说，我爸出个差都要给你提前做好，放在冰箱里，你就是被宠得太好了。老伴走后，我经过1年多时间的调整，才慢慢地从悲伤里走出来。女儿总想留我在身边居住养老，怎奈女儿婆婆守在她身边，如果我继续留在女儿家，我觉得会影响她的生活。从女儿家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我会不自觉地想起老伴，不论是做饭、喝茶，似乎老伴的身影无处不在。自从老伴离开我之后，我感觉我的余生也只剩下活着了。什么快乐美好的生活，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没有伴的老年人，说起来真的好悲凉、凄惨。白天怎么样都好说，尤其是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的时候，看着窗外的灯火，听着楼下孩子的嬉闹声，就会想起最亲的老伴。他在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晨练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追剧，一起品茶，相伴出游。给我的感受就是幸福常相依，快乐常相伴。如今我自己一个人去广场晨练，傍晚时分尽量不出门，在家看看书，听听禅音，做做简单的身体锻炼。剩下的时间就是用来默写心经，让自己思念的心安静安宁。去年我们晨练队伍里的老李跟我说，他想跟我搭伙一起过余生。老李比我小2岁，人看着还算不错，会说好听的话，给人的感觉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可我们在一起晨练也就1年的时间，彼此不是很熟悉。老李说自己以前是单位里的宣传员，主要负责比杆子的事情。我跟老李说，我不会跟谁搭伙过日子，也不会跟谁领证再婚。老李就跟我说，那是你们女人这样想，如果你跟你老伴换过来的话，你老伴如今早就找别人过日子了。不论老李如何说，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人过日子的好。我不想跟谁在一起了，因为我怕自己的内心会不自觉地做对比。我们社区里大多数有条件的单身男性都会找老伴搭伙或者领证再婚，但大多数有经济来源和住房的女性都选择一个人单独过余生。其实不是不相信会有真感情，会有好日子过，而是我们女性到了这个岁数，说实话，更在意的是生活的平淡和生命的安宁，不想折腾，更怕麻烦。老李后来还是找了个50多岁的女人搭伙过日子了。别的姐妹问我后悔吗？我说这没有什么后悔的，与其自己内心不愿意，勉强在一起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好呢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没有必要跟别人一样。在找老伴有相伴的欢乐，但也会有相伴的各种琐碎的烦心事。不找老伴，最多就是会偶尔感觉孤独寂寞，会在无助的时候更加思念已逝的老伴。人都是这样，只有真正失去了，
才会觉得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错，没有好好的珍惜相伴的时光，总是自责自己当初对他的不好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，我能够主动去承担点，也许老伴不会那般辛苦，也许我们还能够多相伴几年。有时候身边的好姐妹跟我抱怨伴侣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，我都会劝说他们多看伴侣的好，想想他的好，多夸奖伴侣的优点，也许就会少很多的抱怨。人到老年，本来已经相伴了那么久了，彼此熟悉的跟对自己一样，真的需要换个相处的方式，可以彼此只看对方的长处，忽略对方的缺点，换位思考一下。想想老伴清晨为你准备好的温水，可口的早餐，想想对方在你吃完饭，一句你去休息吧，我来收拾的话语里的呵护。其实夫妻间的感情都是在彼此互看优点的过程里，越看越觉得好，而不是无限放大对方一点点的小错误，让彼此都陷入痛苦的矛盾里。两个人都退休了，相处的时间更多了，要学会换个生活方式，换个相处模式，就会让你们的老年生活过得不一样。千万不要等到剩下一个人了，感觉余生只剩下活着了，那样孤寂的日子真的好漫长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说的就是老了，有原配老伴在身边，内心是安宁欢愉的。如果再找，遇到能够彼此真心真诚相待的几率太小了。很多人宁愿一个人孤寂到老，也不愿意再去折腾。其实剩下一个人孤独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恐惧孤独的心理。有些单身老人不敢面对孤寂的生活，总认为一个人的日子太过于清冷了，对生活失去的希望和憧憬。不管找不着老伴，希望独身的老年朋友能乐观面对生活，按自己的意愿过完这一生，便是对自己最好的老年祝福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明白，其实还是心态比较关键。如果心态不好的话，就算是有老伴陪伴，或者说非常有钱的话，也不一定会幸福。我们需要理解生活，真正懂得生活的重要性，这才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真正的生活含义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